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为啥过了70岁，老伙伴就陆陆续续不在了？公园里，王大爷和骑友感叹：哎，这70一道坎呀，跨过去长寿，跨不过去也没有办法呀。骑友也叹了一口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旦过了70岁的人，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下去。不仅是老人自身，身边的人也会明显的感觉对方衰老的十分的明显。甚至于很多人在70岁后没过多久，就会因为疾病等的因素而离世。不少老人到了80岁时，发现身边的伙伴已经屈指可数。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一起来分析分析。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在70岁到75岁之间，老人们的身体情况变差的速度会越来越快，甚至一些老年人刚过了70岁之后，还没有几年就去世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的应对呢？就连人们日报也公开提醒，老年人过了70岁，没有这类疾病就是胜利。年过70快速衰老的原因有3个。原因一，70岁以后有着严重的心理衰老。心理学家认为，不仅是身体疾病所导致的，还与老年人在这个阶段的心理压力、精神压力过大有关。研究表明，70岁左右的老年人会真正的感觉到自己在衰老，这不仅是从生理方面，也是从心理方面来讲。其中心理衰老比生理衰老更为严重，比如情绪不稳定，年轻时乐观的他们开始变得悲观，时刻忧郁不安等原因。二，70岁后容易感觉被社会抛弃。心理学家提出，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感觉，在经历衰老的时候，你会认为自己不中用了，被这个时代所抛弃，开始被儿女嫌弃。但其实这都是主观的想法而已。在如今这个世界，每一天都是在变化着的。很多老年人经常会感觉自己赶不上时代了，要么无法及时的接受新鲜的事物，要么跟子女之间有代沟，久而久之，情绪上就会出现问题，甚至还会感到莫名的难过、抑郁。而这些不良的情绪会增加生病的几率。当身体长期的处于负面的情况当中，就会很容易的加速衰老的速度。生活中也有很多的例子，夫妻双方有一方去世了，那么另一方的情绪没有调整好，也会很快的跟着一起离开。原因3，70岁后不再是家庭的主心骨了。心理学家艾瑞克森提出，老年人在这个时期觉得无力而失望，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再重新的选择生活的机会，而又不能接受现在的生活。一个男人在60岁以前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不管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需要经手的，一家人对其都是十分依赖的。他虽然也就早习惯了这种被需要的感觉，但是等到了年纪变大之后，到了70岁，身体就会开始变得脆弱，家里人就不会再让老人们操心任何事情，身体不好的情况下还需要子女来帮忙照顾。而这种强烈的落差感，让老人们认为自己就是一种负担的存在。除了心态的原因，要想健康的长寿、快乐的长寿，我们最好做好这些事，让衰老来得慢一点。人体衰老也有时间表，虽然没有人能够青春永驻，但却可以让自己老得慢一点。如果能够及时的预防衰老，那你的身体状况就会比别人年轻。人民日报发文，年过70，没有这类病就是胜利。1、心脑血管疾病。心脏病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健康问题。老年人容易患上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等的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可能会导致中风、心肌梗塞等的疾病，危害极其大。2、癌症，如胃癌、肺癌、乳腺癌等癌症。癌症不仅会影响老年人的身体健康，
还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3、神经系统疾病，老年人容易患上帕金森病、阿尔兹海默症病等的神经系统的疾病。这些疾病会导致老年人记忆力减退、行动不便、精神衰弱等症状。老年痴呆是一种不可逆的神经系统退化性的疾病，早期没有及时进行干预的话，病情会很快的发展至影响日常生活、丧失自理能力的阶段，会给家庭、个人乃至社会带来极大的负担。到后期，患者多需要卧床，很多人因此而发生感染、褥疮等，最终诱发全身多系统的损伤而死亡。4、泌尿系统疾病，老年人也容易患上泌尿系统疾病，如肾炎、尿路感染等。这些疾病也会导致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影响。常说70古来稀，到这个年龄段再往上走，并非易事。但只要这样做，70岁的坎儿很好过。1、预防大脑衰老，勤用大脑。感觉大脑反应越来越慢，记忆力也越来越差，学习新知识的能力也在下降，那可能是大脑衰老了。所谓大脑衰老，其实和我们生活压力大、长期熬夜、晚睡、大脑疲劳等的亚健康问题有关。大脑是一个用进废退的器官，经常用脑会使脑血管多处呈扩张的状态，脑细胞有足够的血液、营养供给，从而为延缓大脑衰老提供了物质的基础。2、预防肺部衰老，及时戒烟。烟草是导致肺部疾病的主要凶手，不仅是主动吸烟者，长期吸二手烟、三手烟的被动吸烟者，肺部疾病的发生率也更高。延缓肺部衰老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戒烟，只要戒烟，身体就可以获益，且戒烟越早，身体获益越大。3、预防肝脏衰老，保持体重。常常说肥胖催人老，这并不是毫无根据。体重指数 BMI 每增加10，肝脏的表现遗传年龄就会增加 3.3 年。比如一位身高 1.65 米，体重为 63.5 公斤的女性， BMI 为 23.3， 另一位与她身高相同但体重为 90.7 公斤的女性， BMI 为 33.3， 后者的肝脏就会比前者的肝脏衰老超过3年。4、预防骨骼衰老，补钙加维生素 D。 骨质疏松症的发生与基础骨量积累和年龄增大后骨量流失密切的相关。如果年轻能积累好骨量的基础，年长时少流失一些，骨头自然也就牢固一些。保骨量离不开补钙、补维生素 D， 尤其是女性在绝经之后，雌激素分泌减少，容易骨质疏松。此时应当在医生的指导下，适量的服用维生素 D 和补钙的药物，来保持正常的骨量。5、预防肌肉衰老，适量运动。肌肉遵循用进废退的原则，因此长时间的不运动、久坐久卧，就会出现肌肉流失、萎缩、功能退化，这也是年轻人肌肉不足的主要原因。保持肌肉不流失，首先要适当的运动，进行有氧运动加抗阻训练，如哑铃、拉力带等的力量训练，但一定要量力而行，避免拉伤。同时调整饮食，保证充足的优质蛋白的摄入。6、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对于老年人来说，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非常重要。有相关的研究发现，乐观的人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要比消极抑郁的人群少得多。而在另一项的老年人寿命研究中，在考虑和剔除了性别、财富整体的健康状况影响之后，积极思考、乐观向上的人群，其寿命平均延长了 7.5 岁。著名的生理学家巴甫勒夫说，乐观是养生的唯一秘诀。老年人要健康长寿，就要调试自己的心理状态，做情绪的主人。最后想告诉大家，防衰老或者是延缓衰老，还是要做更多有益身体的事情。我们能改变的方式很多，需要注重的方面也很多，但是综合看来，这就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态度。如果您觉得健康很重要，
想要避免衰老，那就要舍弃一些东西，让自己活得更加的自律。哪怕是多走几步，哪怕是从今天开始戒烟，少吃重口味油腻的食物，不要吃太咸太甜，这些都是保护身体的好方法。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